国内的朋友在北京拍了一组秋景照，狠狠地刺激了我。没想到已经11月了，北京还是银杏黄，枫叶红，秋意浓浓。而加拿大的艾省这边还没入冬，就已经下了2场雪。举目四望，树叶落尽，枯草逝世，秋天远去了吧？我因为受自己的爱车所累，几乎无暇特意去关注艾省的秋光。在艾省的第一个秋天，这似乎就在我匆匆忙忙中呼呼走掉。但在南边的轮胎店做第2侧车检时，很是被马路对面不远处的山上那一大片黄澄澄的颜色惊艳到了。从魁省来的我，见惯了漫山遍野的白色或绿色或红色或五颜六色掺杂其中，唯独没见过满眼一片黄澄澄。我猜想这大概是卡尔加里秋天的特色吧。这1个多月都在忙着一件事，即为我家的那辆2010年款的Honda CR-V 2驱车办理汽车跨省入户、清理障碍，在多间汽车修理厂、多家加拿大轮胎店以及 Home Depot 之间打转，还特意将亚马逊的用户从一般用会员升级为 VIP 会员，为的是更快拿到订购的汽车零配件。在花费了不少的时间、金钱和更不少的心血之后，我家的汽车终于挂上了艾省那特立独行的由粉红色字母和数字组成的车牌。1个多月的努力总算没有白费。这期间忙里偷闲去了2趟鱼之西省立公园，但因为心里记挂着汽车入户的事，总是不能静心。现在大事已了，决定今天再走走逛逛鱼之西省立公园，或许还能揪住秋天的尾巴。今天最高气温5度，因为秋阳当空，并不觉得寒冷。卡尔加里就有这点好，只要太阳升起，严寒就离我们而去。但我还是戴上手套和帽子，毕竟是要在户外进行相当长时间的 hiking， 裸露的双手和头部都需要保暖的。算上这一回，我们已经是第3次来游鱼之西公园了。鱼之西公园是加拿大阿尔伯塔省卡尔加里南部保存于西山谷的省立城市公园，成立于1975年。它的山边和城市接壤，西部和土著民族的领土接壤。公园的大部分区域仍处于天然的森林状态。鱼西流经公园的东侧，汇入宝河。所以虽然是同一个公园，但因为它占地面积很大，每次我们的 parking 的地点都不一样，相当于有不同的公园，走不同的步道，感受不一样的体验。鱼之西公园一如既往地受卡城百姓的喜爱，周日的停车场里停满了来公园进行活动的人的车子，骑自行车的人不少，走步道的人更多。只是举目望去，除了松树的绿、天空的蓝，其他都枯黄一片。实锤了，我们来晚了，秋天已经离开了。但我并不止此心，说不定我能发现鱼之西公园别样的景色呢。
顺之于西，我们沿着一条泥路的步道走着。因为前几天下了雪的缘故，有的地方小路略显泥泞，却并没有积水。魁省的山路步道经常会有沟有水，即使不下雨，有的地方稍不留神就踩水里去了。所以走步道的时候，时时要小心脚下。卡城这边水多在河溪里，偶尔见到些池塘、水洼子，并不多。这一回我们看到的鱼溪河面更宽，水流较急。如果说第二回所见的鱼之溪给人的感觉如一个天真烂漫的小姑娘，在人类这个母亲的牵引下乖乖巧巧地流淌着，那么这一回看到的鱼之溪只像是一个横冲直撞的少年郎，充满着野性，率性而为。原以为秋天已过去，我们会失望而归，没成想这一回又看到了不一样的风景。现代文学家朱自清先生的散文《荷塘月事》中有这样的描绘：塘中的月色并不均匀，但光与影有着和谐的旋律，如梵阿林上奏着的名曲。月色下，光和影的变化给朱自清先生演奏了一首著名的乐章。今天的烈阳下，光和影的变换则在我的面前涂抹出一幅幅明亮重彩的西洋油画。于是我明白了，不同的情境产生不同的作品，无所谓谁优谁劣。烟雨江南，那一定是水墨丹青；骄阳烈日，那必须得是有着浓厚明亮色彩之西洋油画。